大家好，我是 William。这期视频呢，之所以想拍这个视频，是因为最近回国是接触了一些国内的创作圈。那我发现国内的创作圈的一些创作者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喜欢把视频做成60帧，或者有一些朋友用 PAL 格式的，那就是50帧。那是不是看起来很流畅、很高级啊？其实也就这点用处，因为这个帧数不像钱啊，不是越多越好的。那么60帧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没有这种 cinematic 的感觉。那所谓的 cinematic 呢，意思就是说这种电影感，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不真实而产生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电影呢都是24帧每秒的当然大家可能也记得几年前呢李安导演那部叫什么 Billy Lynch's 什么 Battle Stories。Being honored for the worst day in your life。这部电影呢，全程是120帧的，但是你有听说过哪些影评说它多么 groundbreaking 很有突破性吗？没有，因为这个技术大家都知道可以做，但是做出来顶多也就是尝鲜，但是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实际上的这种观影体验升级的感觉。那么前段时间呢，碟中谍。最新一部《碟中谍》汤哥的电影开始网络下载蓝光发行的时候呢，他甚至还和导演专门做了这么一期视频，提醒大家关掉电视上面这么一种自动升帧的这么一个功能。Hi, I'm Tom Cruise. Obviously. And I'm Chris McQuarrie. Well, obviously. Video interpolation, or motion smoothing, is a digital effect on most high-definition televisions and is intended to reduce motion blur in sporting events and other high-definition programming. The unfortunate side effect is that it makes most movies look like they were shot on high-speed video rather than film. Now, this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soap opera effect.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体验电影真正的感觉。由此呢，我们能看出呢，想要拍体验更好的视频，最好还是选择24帧每秒那么网络视频呢，大家可以选择拍30帧，但是我个人会选择24帧每秒，并且强烈建议24帧。为什么呢？除了这种电影感24帧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比方说我拍120帧的这么一个素材，对吧？我在后期呢，如果是24帧的这么一个 project， 我可以把它放慢120乘以除以5倍，是不是？看起来也很自然。而如果你做的 project 是60帧的话，那么即使你拍是240帧的素材，你也最多就只能把它放慢4倍。然而市面上又有几台民用机器能做到拍摄高质量的240帧的视频呢？那么说了这么多。可能有同学要问那为什么游戏主播呀，这个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呢，那都是60帧的难道他们不懂吗？不是他们不懂，而是因为在这两种素材呢，其实才是最适合也是最需要60帧每秒60帧的。那为什么？因为60帧有很强的这种真实和流畅的感觉，在这两种题材上面使用60帧呢，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所以才使用了60帧的这个录制和播放。更别说这种高端的体育赛事的转播现场肯定有很多这种 Phantom Camera 可以每秒拍几千帧，是吧？那么你想放多慢多就可以多慢，是不是可能我说了这么多。还是有同学说那我就是要拍60帧这样我的素材在保持质量的同时，我后期还可以放慢一半，对不对？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拍可以拍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拍4K 的话，市面上其实能拍4K 60帧的这个机器还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也都比较昂贵，是吧？所以如果你想拍60帧呢，可以，就像你说的，既然后期要放慢，那你就把整个 project 做成24帧或者30帧，然后用60帧的素材，你还可以放慢一半，对不对？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教给大家，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快门角度。标准的快门角度就是180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要拍60帧的视频，那么你的快门速度就应该是120/1秒。如果你是拍24帧的视频，那你的快门速度就应该是48/1秒，或者相机上是50/1秒，对吧？如果你要拍120帧的视频，那就是240/1秒或者250/1秒，大概就好那么只要你保持好这个，你的视频呢看起来就会很自然，不会很奇怪，因为它有非常好、非常自然的这种
叫做 motion blur 运动模糊啊。那么结合这个快门角度的知识点呢，24帧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的快门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避免一个是可以避免人造光源，比方说我们室内的这种日光灯啊，或者是灯管啊，给你造成的这种闪烁。同时呢，你在低光环境下，你可以避免使用你用非常高的感光度，因为你的快门速度比较慢嘛，所以你就可以提升你的画质啊，避免这些高感带来的噪点也好什么的。那么综上所述呢，我就是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手动模式来拍视频，最少也使用这个快门优先，好不好？如果你是使用手机拍摄的那么并且非常想要提升你的视频质量的话，在这里强烈推荐一个叫做Filmic Pro 的 App， 它里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功能比方说全手动控制啦、log 啦，都是可以让你提升这个视频质量的。好，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拍出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视频。好，有什么建议呢，或者疑问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好不好？希望大家顺便关注我的微博、B 站、Instagram。好，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好，大家下次再见，拜拜。